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开始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圣十字剑》。开场3个关卡，咱们选择了初始的迪奥村。一位村民来求助，说他的村庄呢被怪物攻击了，但随后他就被怪物干掉了。这样，咱们的主人公旅行骑士登场。操作方面呢，2个键位，一个攻击键，一个魔法键。按下攻击呢，可以进行下段攻击。魔法就是跟着武器走的，不同的武器可以施展不同的魔法。推方向杆的上是上段防御，推下呢是下段防御。如果你按 AB 的话，就是乱舞攻击。前 AB 呢是一个远程的攻击，下 AB 可以把近身的敌人推向远端。但是所有 AB 的操作都需要耗血。这款游戏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都见过并且玩过，但是感觉实在是太难了，所以说可能也没有打多远，甚至很少能够看到有人通关。大家注意，上面的条就是敌方的血量，下面的呢可以看见咱们的血条。还有魔法，另外呢，下方的左上是咱们的经验值，满100呢就升1级，后面需要的更多。还有钱数，钱的话可以在商店里购买道具，主要是回血，还有武器。我现在使用的剑呢，就是普通的剑。他带的魔法是火球，一共10发。这是第1小关的 BOSS 了，一个大虫子。攻击方式呢就是吐火，但是离得比较远。他吐的火呢有下段和上段。用一个火球把它干掉吧。这样咱们应该升级了。升级的话呢，血量最大值上限就涨。刚刚那个就是村长了，感谢咱们之后呢，给了咱们一个线索，这样咱们去往普利斯塔城。这里我叫了一个商人，买了一把剑，这把剑呢是雷电剑，900块，攻击力比普通的剑肯定是高了。它的魔法呢是闪电，可以攻击到远处的敌人，威力非常大，但是啊，它的次数非常少，只有4发。4发的话呢，你如果吃到这种恢复魔法的道具，还可以涨。好，出现了骑士，我用了一个 AB， 这就是乱舞攻击了。对付这种小兵呢，一般是2种套路，或者呢你防御他的攻击，然后再打他，或者呢你通过横向的位移闪避他的攻击，然后再进行攻击就可以了。持有盾牌的敌人一般如果上来你就打的话，他是会防御住的，并且进行反击。所以说这款游戏越到后面越强调防守反击。原来我觉得这款游戏考验的是玩家的反应能力，但现在看实际上它打的都是节奏。挥空了，又挥空了。我的力量条因为现在用的是剑，所以说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，这个力量条是涨的。那不同的武器呢，操作力量条的方式还不一样。后面如果遇到不一样的，会跟大家说明。好，这个城堡呢开门了，看见是旅行骑士把咱们放进来了。哦，后边那个公主可以啊。这里国王介绍了，这股恶魔呢是来自于纳乌西兹的势力。说话说到一半，他把公主给绑走了，这个忍不了啊。敌方的攻击就分2段，上段和下段。防御住之后就可以进行反击了。
有的时候大家会看见我的攻击呢挥空了，这个是避免不了的。哦，这个 BOSS 砍了我一刀啊！我的节奏呢没掌握好，主要是防御方向错误了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如果单给你一个敌人，让你反复的打、反复的练，你肯定能打到无伤的。但是因为整个游戏的流程非常长，1个多小时，很少有人能够在1个多小时之中不犯错误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我挥剑挥空了，或者被敌人砍了，或者砍到敌人盾牌上了，这个大家不要奇怪啊。经常的事。第3关，这里我就没叫商人，因为我只有1000多块钱，叫来了呢也干不了什么，买不了什么东西。这里如果钱够的话，可以换剑，甚至是换斧。这里我又挥空了一剑，等于是砍到他盾上了。跑了好几只蜜蜂啊！这种蜜蜂呢，你不打它就跑了。比较影响咱们过关之后的经验值结算。后面一个新类型的骑士，现在呢看起来它是个头目，到后面就是小兵了。为什么对面跳过来我都闪一下呢？因为很多怪啊，它是有一个习惯的，就跳过来就砍你一刀，所以说我都闪一下。但有的时候呢，就闪来个寂寞，来个 AB 吧。这种敌人初期还是比较难对付的，咱们武器也不太好。这款游戏现在来看呢，难度并不是太高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啊，是咱们现在资讯比较发达，不像原来那么封闭。原来咱们如果看一款游戏谁玩得好，就是家附近的这些小孩而已。现在你可以在网上学到很多的高手的操作，另外呢，你还可以找到很多的攻略、注意事项等等。所以说游戏的难度呢并不高了，关键在于你还有几乎无限的硬币，可以反复的练。小的时候一个游戏币太珍贵了。我如果有一个游戏币呢，我就去玩《三国战记》，一个币打1个多小时。那玩这个游戏呢，可能10分钟就没了，甚至啊不到10分钟。这种红色的骑士呢，我又挨了一剑是吗？没闪开，他出剑比较快。另外呢，我为什么不出第4剑呢？我如果出第4剑，很容易被挡住的。每个敌人的打法和套路都不太一样。跑了，又跑了。我放了个前 AB， 这招呢耗血，但是这种红色的骑士还是比较难对付的。现阶段打完这里呢，咱们得到了盾，这个盾呢是防御盾，比咱们现在的盾牌性能要好。钱2500了。我买一把1500的剑吧，这把剑呢是博物剑，它之前有一个初始的版本是500块，但是我没有买，这里就买了一个加强版的。加强版的攻击力更高，并且呢魔法的次数也更多，12次，但是价格就比较贵了。这个魔法后面给大家演示，它对付一些精英的小兵比较有用。作用是把敌人困在这个雾里，然后你就可以上去砍了。这里又来了一个大虫子，这个虫子呢是红色的。第一个小关卡的 BOSS 的加强版。它吐的火呢也是分上段和下段，挡住就成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攻击敌人呢打不到挥空了，是因为这款游戏的攻击判定还是挺严格的。
并且无论是敌人还是咱们的主人公，被攻击的判定几乎就只有头部上下这个中轴线而已。所以说挥空了砍空了是经常的事情。我之前也受伤好几次了，好像上一关呢被这个绿骑士砍了一刀，之前被那个羊头的剑士也来了一下。打这种骑士呢，一般他跳过来之后我就闪一下，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不砍人。好，我放了一个雾，看打这种骑士非常有用啊，把它定这儿了。咱们快升级了，我这个塔已经塌了。这里是第3关马修斯之塔。第3关最后会对付一个比较难的 BOSS， 一个小丑。连续挥空了2刀，这个大家就当没看见。红色的，好，砍3剑，防一下砍3剑。放个魔法可以多砍几下啊！被防住了，我有点贪刀了。魔法已经结束了，我还上去砍，结果被防了。本关开始呢有分支路线，因为大家如果注意观察本关开始的地图的话，就会发现有一些亮点呢它是2个一起亮的，那样就代表是有分支路线的。本关的分支路线呢，涉及到一个武器的入手，但是这个武器有利有弊吧。我这么多魔法，这种红色的骑士真的十分讨厌啊！你看，被控了一下他就跑了。这里给我回了一个血，咱们走上路武器库。走武器库的话，可以拿到那把武器。有一些小伙伴选择不拿，因为那个武器呢叫做傀儡剑，它是把敌人变成稻草人。很多稻草人打完之后，他不爆东西。哦，一个 AB， 这家伙跑了。为什么刚刚我放 AB 了呢？因为马上要吃到那个血了，所以咱们提前放一个。像这种剑士啊，我都不敢砍第2剑。绿的还能打一下。哦，被防了。如果你的攻击挥空了，或者被敌方防御了，那你的力量条会下降很多。又被防了，这。绿骑士可以打一打。好的，小头目上来了。我给了他一个前 AB， 刚刚。但如果近身的话，我使用 AB， 他肯定被砍2刀就跳走了。最后2下收了。这种耗血来打其实是划算的。如果你和他正常打的话，很容易一个失误就掉了很多血。这里咱们拿到了傀儡剑，选择第一个呢就入手了。傀儡剑的蓄力方式和普通的剑不一样，操作它，如果你想长这个力量条的话，你需要一直把这个盾给支着，它才长，不像普通的剑。所以说使用这个剑呢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有点安全，强迫你时常拿着盾。
这种红的恶魔骑士还是直接把它变成稻草人了。如果打他失误的话，被砍了一下是非常伤的。他是一次机会砍你好几刀，这样你需要及时的下一臂把他推走。这把剑的攻击力呢，比上一把雷电剑要稍高。但使用这个剑的时候，就是时常举着盾。我的钱快够5000了，5000的话呢，下一关咱们就买斧。红的恶魔骑士啊，就放魔法吧。因为这把剑呢，咱们就用半关，第3关的后半，所以说这个魔法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好的，这是本关的 BOSS， 死亡假面。这个家伙的远程攻击比较恶心，近身还可以。我来了一个魔法了。这个红的可以打一打，红色的骑士还可以，注意就是砍他3刀就完事儿，别贪刀。举着盾，如果他砍下路呢，咱们就推一下下。攻击上路和下路的动作是不一样的，攻击上路呢，剑会抬得很高。好，我钱应该是够5000了，这样下关真的可以买斧子了。斧子的使用方式和剑还是不一样的。持斧的时候呢，攻击力非常高，但是咱们左右横移的速度就变慢了，所以拿斧子尽量就是打防御反击了。哎，砍了他1轮半吧，他就跑了。防这个，哎，没防住。他是一个上路一个下路的这个，但是第一下我没防住。BOSS 呢对咱们的傀儡魔法就免疫了。下上，差一点了。好的，完事儿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